你作为一个警察，却因为没有证据，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一步一步走向崩溃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竭尽一生和他们抗争，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世界上虽然没有绝对的正义，但我清楚，我和我的亲人需要的是让正义得到伸张，而不是依靠复仇让更多人陷入不幸。你想过你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如何承受再失去儿子的痛苦吗？患者多器官衰竭，病情趋于恶化，随时可能危及生命。我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。他已经听不见这个消息了。林先生，关于郑小杰的资料全在这里了。喂，英俊哥，医院档案里并没有为郑岩的弟弟开过死亡证明的记录。郑小杰2年前自杀身亡的消息是假的，因为对死者的极端仇恨造成的偏执障碍，曾经被性侵的遭遇也导致了他缺乏自信，情绪不稳定。为了复仇而强迫性增加锻炼，使得他虽然身材矮小，却拥有了在体力上压倒性的优势。郑小杰才是那个符合你侧写的嫌疑人。凶手就是你弟弟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，我需要见我的律师。经历了第一次杀人之后，任何微小的刺激都可能引起郑小杰的应激反应。小梦，你去发布郑小杰的逮捕公告，必须警告公众，不要和他发生正面冲突。是。郑小杰缺乏自主能力，以他的精神状态，很难长期维持一份稳定的工作。郑岩一定会在经济上给予他帮助。星源，你去调查一下郑岩的银行账户，注意转账记录。是。等等，明明是报复性杀人，为什么在已经确认了受害者必死之后还要割伤他呢？这并不是初次作案的特征，这一点上还是解释不通。组长，小区物业的那个大爷送来的，说是这个人先前在唐野居住那个单元附近徘徊。他上去追问的时候，那人扭头就跑，他们以为是小偷，追了半天只扯下了外套。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他说身高很矮，但是肌肉却特别显眼。应该就是郑小杰。把之前酒吧洗手间的装修图纸再给我看一下，还有其他楼层的建筑图纸。这件衣服上的标志和装修公司一样。原来郑小杰参与了施工，如果他对建筑结构熟悉的话，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。你们看这里，我们下意识觉得女洗手间和男洗手间的布局应该是镜面相同的，但按照这栋大厦的上下层图纸来说，男洗手间内部明显比上一层楼缩短了50公分。建筑公司用钢架结构在有窗户的一侧做了假墙，将原本的窗子遮挡住，就造成了假墙和背后墙面之间有一个供一人通行的空间，而原本的窗户位置只用了空心砖填补。只要郑小杰再移开假墙上的瓷砖，就能通过这条通道直接从背面破墙离开。我们得重新去现场验证一下我的猜想。就算是这样，郑小杰自相矛盾的杀人手法还是让我想不通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你们不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：瞎子岂能领瞎子？愿主保佑你。不都要掉在坑里吗？是郑小杰。找到作案工具了，杀人用的输液器，还有破墙用的锤子和平凿。可是工具准备的这么齐全，他又怎么会死在夹层里？组长，你得过来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件东西。这只针管刚刚从尸体上掉下来，看起来有点眼熟。注射器里残存的液体是麻醉剂和致幻剂的混合物，目前能确认的成分是氯胺酮和麦角酸二乙胺。按照成分分析，应该和10年前心灵捕猎者系列案件中遗留下来的注射剂是一致的。
这种药物会使人产生强烈不愉快的心理反应。正常来说，受害者会发疯、自残，甚至自杀。但同时因为麻醉剂的加入，使得受害人在承受极端精神折磨的同时，却四肢瘫软，无能为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死亡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。有外伤吗？真正的死亡原因是什么？除了在移动受害者的时候造成的表皮擦伤以外，没有防御伤，也没有折磨和捆绑的迹象。死亡时间几乎和唐野一致。死亡原因是心肌纤维撕裂，心脏出血导致的心跳骤停。这种状况更像是因为精神折磨而被吓死的。凶手动作迅速并且果断，目的性明确，要将受害人折磨致死。这和唐野尸体被切割放血的逻辑一致。看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郑小杰在杀害唐野之后，被另一个真正嗜血且手法成熟的变态杀人凶手捡了漏。真正的变态杀人凶手，难道说捕猎者又回来了？这一次他似乎更加丧心病狂。对不起，如果可以，我也不希望你看到这样的照片。我也有兄弟，我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带给你的痛苦，但是我需要更多的细节，才能找到真凶。为什么？明明都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他答应我，只要这件事过去，就去国外读书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好人就不能好好活下去？你知道我弟弟有多善良吗？他被强奸的第二天，回到家里，不敢让我知道，偷偷跑到卫生间里一直洗澡，甚至还责怪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从那之后，再也没穿过短袖的衣服。如果不是唐野对别人炫耀自己的战果，周围人开始用怜悯的态度关心他，他甚至不知道是自己受到了伤害。该死的人不是他，该死的是唐野，还有愚蠢的我。如果不是我当时坚信警方还可以还小杰一个公道，就不会怂恿他公开起诉唐野，让他的痛苦被所有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害得他精神崩溃。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一个警察，你们只会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废话。你不是说了解我的事吗？那你现在可以忽略我的身份，把我看作一个和你一样充满私心、冲动不理智的哥哥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你跟我2个人，这个案子同样涉及到我弟弟的清白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会找到凶手，包括为了得到真相，对你使用非法手段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警方，如果你令我失望，我一定会让你尝到和我一样的滋味。我认罪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设计的。从2年前小杰自杀，向媒体透露死亡的假消息开始，我已经做好准备要杀了唐野。后来的过程你猜对了一半，事实上当天将唐野随身药物换掉的人是他的儿子，协助小杰逃跑的人也是李乐。难怪女洗手间因为装修已经控制了很久，还恰巧有人去放摄像头。你打算把杀人的罪行交给李乐，对吗？没错，本来我想让李乐实施杀人的计划，我手把手地教会他如何配药，如何注射，但那个蠢货却因为自杀把右手的神经割断了。无奈之下，我才不得已让小杰去做。知道这件事的除了你和郑小杰、李乐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，不过在我开始调查唐野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里有唐野的全部个人资料，还有一笔钱。对于并不富裕的我来说，至少可以支撑我和弟弟5年的生活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花高价租下唐野的隔壁。那封信就在我家的保险箱里。老大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真打算跟他同归于尽。还好这东西没用上。小孟，申请搜查令，我们要把郑岩家里的信取出来。不必了，局长。既然杀害唐野的凶手已经找到了，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吧。后面的事情我会交给其他人。可是杀害郑小杰的凶手还没……你作为代休警员，有办案的资格吗？
结案公告的媒体会你也不用去了，会有人替你。你回去休息一下，准备复职吧。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还有个请求。林墨，这是血迹。林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